一碰到这个5%就被打下来。所以5%真的呢，从形态学来看，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颈线，是不能突破的。每次来到5%或5%多一点的时候，官方都会采取很多策略。最近这1-2个礼拜又往5%在迈进，又要去冲击5%。Kevin Warsh 他在4月29号已经通过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投票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最快他5月15号呢就会坐上全球最有权力的经济决策的这个位置，担任美联储联准会的主席。他上台之后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，对我们的股市、债市等等的投资会有什么影响？这等于呢是近10年来联准会最大的人事异动。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件事？因为联准会的主席这样换人，换的不只一个名字哦，整个他做决策的策略跟哲学完全不一样了。过去我们几年习惯的降息逻辑啊、缩表的节奏啦、前瞻指引等等的方式，可能全部都会变得不一样。这个就像一家公司突然换了一个新的 CEO。新老板的管理风格跟前任完全不一样，从开会的频率啊，到奖金的制度啊，全部都换掉。员工们呢就要重新适应新的游戏规则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新的主席上来之后，美国的这个存款利率、美债 ETF 的走势，相对也会影响到台湾，影响到整个亚洲、世界各国。那甚至是房贷利率，接下来都会受到这个新主席他政策风格的直接的影响。这几年的时间呢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条件反射。大家听到降息，你们会觉得什么？底下留言一下。听到降息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是债券要涨啊，股票要涨了啊，什么东西都要涨。但是 Kevin Warsh 的时代的降息，跟我们过去理解的降息内涵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因为 Kevin Warsh 他的宽松里面可能暗藏着长天期债券的风险。等一下我会分享更多为什么。他接下来降息可能会降的是短端的利率，但是长天期债券的利率反而可能因为接下来会持续的缩表、缩减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，而造成呢这个长天期的殖利率可能会往上走。那么这代表短期借贷的成本降低，市场情绪可能会变得还不错。但是长天期债券的持有者呢，反而可能就被打脸了。所以要把降息等于全面股市、债市、牛市这样的观念要拆开来看，要分为短端跟长端，才会比较清楚，才不会被表面的一些消息就做到误导。那么想要预测一个人呢，他会怎么来做决策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他经常讲到谁，他崇拜谁，他可能会按照谁的做法。Kevin Warsh 之前呢，曾经公开表达过对2位美联储主席前辈的这个敬意。第一位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 Paul Volcker， 就是把美国的官方利率升到20%的那一位。他在1979年做过这样的事情，硬生生的把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膨将快到15%打回只剩下3%的一个铁血人物。当时呢，市场哭，企业倒，失业率也飙升，但是 Paul Volcker 都不为所动，因为当时他认为通膨如果不好好根治的话，后果会更严重。那么第二个 Kevin Warsh 崇拜的人是谁？是格里斯潘。他在1990年代，他相信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，可以让经济呢在低通膨的环境下持续成长。所以呢，他那时候大胆降息。Warsh 呢就很崇拜这2个人，代表什么？他可能会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来做降息。为什么 ？Kevin Warsh 认为 AI 正在提高全人类的生产力，所以通膨的压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但是呢 ，Kevin Warsh 可能同时会用 Paul Volcker 的纪律来维护联准会的公信力，让市场觉得联准会不是那么软弱，不是川普或是美国总统要我干嘛我就干嘛。所以 Kevin Warsh 他看起来不是纯鹰派，也不是纯鸽派，是一个鹰跟鸽的混血种。我们不能用单一个标签来预测他，要看他在不同情境下，他到底会展现出来是鹰派还是鸽派，他可能做的动作是什么？他可能同时会降息，同时又缩表。那么这听起来很矛盾，对不对？降息不是要放松吗？怎么还在缩表？缩表是紧缩吗？就是一边放水一边抽水，到底想要干嘛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美联储直接降息，降息影响是短端的利率，3个月啦、6个月、1年以内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短端的3个月、6个月、1年以内的利率就会往下掉。那么缩表的话，刚刚有讲嘛，长天期债券它接下来会越买越少。长天期债券越买越少的话呢，那市场上买的人也不够多，长天期债券就会下跌了，然后它的殖利率就会上涨。好，重讲一次哦，短端的利率最主要是跟着美联储的利率在动，所以美联储降息的时候，短端的利率就会降。那么美联储现在缩表啊，就会造成长天期债券购买的人少，长天期债券价格会变差，所以殖利率就会往上。所以最后得到的一效果，就殖利率曲线本来是这个平的，会变成比较斜的。长端的利率呢，接下来就交由市场来决定，接下来就变成短端的利率往下，
那么长端的利率，所以长端就10年期、20年期、30年期到期的这个利率就会波动，上上下下波动会变大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。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呢，企业跟个人短期的借贷成本会降低，经济活动可以喘口气。但是缩表呢，却会影响长端利率往上，利率往上就意味着价格往下，压力就会持续存在。美国银行的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最近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做繁荣循环。它的核心的观点是，美国的经济呢是处于一个政策驱动、自我强化的回圈，政策刺激带动经济增长，然后吸引很多长期的资金流入。那么资金呢又继续强化了这个政策扩张的动力，所以它呢给了一个数据，就是美国的 GDP 7年以来成长了 75%， 但是呢，美国政府的支出这7年以来也暴增了 60%， 而且在上一季 GDP 的成长里面有 75% 来自 AI 相关的投资。所以这个策略师特别强调一个关键字是说名目而非实质，他认为美国的 GDP 其实是政府撒钱撒出来的，但是过去这几年美国的生产力并没有实际的提升，这个才会造成美国的通膨的中心点从 2% 上移到了 4%。这个就像一个人，他的体重从60公斤变成80公斤，现在看起来虽然变得比较壮，可事实上那20公斤都是水肿，不是肌肉。这个是他的观察。那这个观察背后一个最重要，我今天想要谈的事情是这个。第一个，他谈到一个关键的数字，他说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 5% 是一个临界点，他把它称为马奇诺防线。历史上每一次繁荣或泡沫的终结都伴随着殖利率急速飙升。他这边就有做一个统计，像1989年日本殖利率突然飙升230 BP， 1999年飙升260 BP， 2007年中国公债飙升150 BP 的时候，金融市场呢后来就爆破了。那么所以呢，美国的这个马奇诺防线就是什么？美债殖利率不能大过 5%， 如果大破 5% 呢，金融市场的末日就会开启。他讲的比较恐怖，这个是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这个 K 线图，还记得吗？从2023年底就加入卡尔同学会的老朋友，我记得在这个点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可以去买 TLT， 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我看到美国联准会跟当时的财政部长耶伦都跑出来救市，都跑出来买公债，因为这个点就是 5%， 5点多%不能突破。我当初就听到这个，我就告诉大家说TLT 短线可以买。果然那一次就有讲对，那一次进场之后呢，TLT 真的价格也跌下来。第一个点看这里，第二个你看到这边，到这边有没有？一碰到这个 5% 就被打下来。所以 5% 真的呢，从形态学来看，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颈线，是不能突破的。每次来到 5% 或 5% 多一点的时候，官方都会采取很多策略。那现在呢，现在又要接近 5%，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，最近这1-2个礼拜又往 5% 在迈进，又要去冲击 5%。刚刚这个策略师分析是有它的道理哦，我们从形态学也可以看到他分析的是有逻辑的，方向是对的，所以他有另外提出一个观点，他现在的资产配置倾向于投资3个 C， 哪3个 C？ Commodity， 他建议投资原物料；第二个建议投资 Consumer 消费品；第三个他建议投资 China 中国。这个刚好呢，卡尔先在下个礼拜我们有找到一只个股是跟这个 Commodity 跟 Consumer 有关系的，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一只个股。等于说他的看法跟我们研究的结果刚好是一样的。手上的投资标的要怎么处理？按照4个面向来处理。债券的部分，长天期美债的 ETF， 在 Kevin Watch 时代的风险呢，已经又大幅度的上升了，可以考虑要降低它的比重，或者你的美元保单里面或什么保单里面有长天期债券的，这个就要注意，是不是要考虑降低它的比重？那如果你还是想要持有美债的话，短天期的美债像 SHY 这个 ETF 啦，或者超短天期的 BIL 这种短天期美债的 ETF 是可以考虑，是相对稳定的，因为降息直接压低就是短端利率。股票的部分呢，银行股在殖利率曲线陡峭化会是受益者，但是 REITs 跟高股息的这个 ETF 就要谨慎了。为什么连高股息 ETF 有问题？很简单嘛，当你长天期的美债利率持续升高的话，假设给你升到 5%甚至 6%， 我们说 6% 好，那你高股息 ETF 可能要 8%、9% 人家才要买。你高股息 ETF 如果也只有 6%， 人家就不买，人家宁愿去买美国债券，是这个逻辑。时机的部分，我认为Kevin Watch 5月15号才正式上任，他第一次主持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呢，可能是6月份的时候，耐心等到那个时候看他会做什么动作。在那之前不用急着他一上台就干了嘛。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，要做好风控。前面有讲到Kevin Watch 如果真的减少跟市场沟通的频率，那么资讯就会变少，波动就会加剧。在这个环境底下，保留现金呢是一种
更好的一个选择，比例大一点不错，并不是胆小。因为在这个金融市场波动可能会比较大的情况下，你拥有更多的现金，你等于是有更多的弹药，可以等待好的机会来做投资。如果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对大家有帮助，在你的手机的下方或者你看影片的下方有一个粉丝热推，记得帮我点一下，记得帮忙按个赞，然后也可以分享这个影片给更多的朋友知道。欢迎大家加入卡尔先生的付费会员频道卡尔同学会，在同学会里我会分享更多有用的资讯，帮助您做出投资判断，以及真正能帮助到您的投资策略。在这动荡的周期里，看懂风险才能守住财富。我是卡尔先生，我们下期见。